回看跑男是刷到一個之前沒怎麼認真看，結果這次發現還挺精彩的一期，就是第5季第7期家族復興之戰2國寶秘史。這期相比起第3季外族人而言，我覺得觀感效果更好一些，大家推理過程要流暢很多。相比起第4季森林懸案，剪輯也更好，不像那集有很多支線沒解釋清楚，所以今天想再跟大家復盤一下這期。這期嘉賓有劉濤和馬東老師，這期的設定可以帶入一下狼人殺，類似於2位狼人，節目中叫兇手，每輪可以 out 掉其他人；2位預言家，節目中叫追查者，每輪可以查驗1名玩家；1位每輪都可以直接開槍的獵人，每個人2條命。狼人、預言家兩邊各有一塊盾牌，盾牌可以幫忙遮擋一下身份。狼人出局，好人陣營勝利；預言家出局，狼人陣營勝利。因為這局我個人感覺上帝視角觀感更震撼，所以我就直接說了，李晨和馬東是2位狼人，手碰到別人身上並喊出名字就可以把他 out 掉。盾在馬東老師身上，超哥是神力者，也就是剛才說的獵人，每輪把一個人帶到神符旁邊停留10秒鐘，問出 Can I trust you 就可以把他 out 掉。然後節目中還有铜鏡，2個人一起可以看見兇手或追查者的線索。遊戲開始前，大家去抽神力，抽到有紙條的就是神力者，所有人都直接說拿到神力了呀。你怎么知道你拿到神力了？怎么樣？拿到神力了？拿到了。全都是。你拿到神力了嗎？拿到了。你們沒有嗎？拿到了，拿到了。拿到神力沒有？結果只有熱巴一副很無辜的樣子。就我現在不能說啊，能說嗎？這個有一張紙條。你那個是什麼？對啊，我那個是通天龍通。我跟你們都不一樣，你們那麼押韻。我覺得這裡他的貢獻就是幫真正的神力者擋了一下，因為大家一開始都覺得熱巴是這個神力者。遊戲剛開始，陳赫在前面走時，2位導演在後面爭執路該怎麼走，陳赫就馬上判斷出來自己是追查者，不然導演沒必要給他帶路。結果果然，他和鄭愷一起被賦予了追查者這個神職，藍尾兄弟組隊，盾牌放到了陳赫身上。剛開始挖到的兇手線索有：我敬你是條漢子，事成之後希望與你開懷暢飲。這條應該是說兇手中有名男性，還有很多人說這條線索指向的是李晨，因為李晨不太能喝酒。但我覺得很奇怪，不太能喝酒為什麼會說開懷暢飲？指向馬東嗎？好像也不是特別明顯，因為節目中沒有表現馬東能不能喝酒。挖到的追查者線索有，他們在各自的國度中人氣頗高，深受喜愛，這條線索指向性也不是很明顯。然後出來了一條針對兇手的關鍵線索，年少成名，這條線索直接指向李晨的，他19歲飾演簡寧就出道了。藍尾組合查到2條線索，一條是2位殺手身形相差較大，另一條是年少成名。年少成名剛開始陳赫想的是鹿晗，可能因為年齡比較小，裡面很多人看到年少成名第一反應都是鹿晗。但鄭愷及時想到李晨出道超級早，好了，這就是鄭愷本局的高光時刻了。如果不是他，晨兒可能不會這麼快被揪出來。於是他倆打算直接去驗李晨，結果李晨不光是兇手，還是沒有盾的兇手，直接一來就給驗到了。驗到李晨是兇手後，因為線索是身形差異大，陳赫和鄭愷就覺得可以排除掉鄧超，接着就想去找熱巴，讓他用神力去淘汰掉李晨。結果這裡和鄭愷就發生爭執了，凱凱的意思是待會兒投票把李晨投出去也可以。但陳赫的意思是現在的神力一定要先 out 掉李晨，因為如果把神力用到其他人身上，李晨沒有盾，另外的人一定是有盾的，那 out 掉他的身份也會顯示普通人使臣，局勢不明朗，所以神力 out 掉李晨是最方便的。結果鄭愷居然沒反應過來，說李晨有盾啊，現在所有線索都是指向他的，嚇得陳赫趕緊把他拉到一邊吐槽。我告訴你啊，你這個腦子啊，你呀，在古代就當個步兵跑跑就可以了啊！我知道。這句話一出來，跑男從前往後，只要鄭愷一分析，彈幕全在刷步兵的思考。第4季森林懸案，凱凱特別乖巧的做了一整張紙的筆記，結果猜了3個人，沒有一個人猜對，好可愛啊！然後陳赫給鄭愷捋順之後，讓熱巴動手。其實感覺這裡倆人還是太草率了，但凡熱巴是兇手，就直接暴露追查者身份了。然後李晨打算動手了，他直接就錨定了神力者鄧超，打算把他 out 掉。結果一開門，那個眼神一瞬間讓超哥夢回 Ella 那期，他猶豫了一下，直接動手了，把李晨 out 掉。你要不要跟我去問一個？
算了，瞧給你嚇的。等一下。Can I trust you? Can I trust you? 结果这里因為李晨提前給馬東打過招呼，讓他找機會 out 鄧超，所以後面馬東又過去碰了鄧超 ，out 掉了他的一條命。這段真的好精彩，因為遊戲根本就還沒有開始多久，結果兇手就被驗出來，然後超哥僅憑着那個眼神，覺得李晨整體給他的感覺和 Ella 那次很像，就直接動手，而且李晨也一來就找準鄧超是能力者，讓馬東把他 out 掉。接下來就是我感覺是節目組操控的部分了。鄧超和小鹿一起看到了一條關於兇手的線索，是說屬相相同的人做起事來非常順利，但其實還有下半部分，雖然我們不同，但也希望能怎樣怎樣。節目顯示的是鄧超和鹿晗只看到了前半部分，屬相相同，所以就把這條線索傳錯了。但我為什麼感覺是節目組操控的呢？因為他倆在這商量的時候，在鏡子面前是站了好一會兒的，如果有後半部分的話，怎麼可能看不見呢？不管字幕是滾動的，還是前面的消失了又顯示新的，這都說不通。二，節目中的線索一般都是這兩個人看到之後，另外兩個人也能在別的鏡子上看見，但這條線索從頭到尾只有鄧超和鹿晗兩個人看見，後面再也沒有另外兩個人在其他鏡子上看見這條線索了。三，節目組的動機應該就是遊戲進程太快了，想拖一下進度，反正跑男節目組提供干擾線索也不是一次兩次了。第4季狼陽那期的光頭強真是讓人帶都很難帶進去鄧超。總之就是鄧超和小鹿看到了這條半截誤導線索後，屬相相同，一下就集中在李晨、劉濤和鹿晗身上，因為他們仨都屬馬。然後節目組開始通報剛才刀人的情況，李晨和鄧超第一條命 out， 大家進入公投環節。因為這條屬相相同的線索，再加上前面的身形差異啊，濤姐玩這種遊戲不太會，所以表現有點奇怪的因素，大家淘汰掉了劉濤第一條命。接下來李晨就很尷尬了，因為他直接顯示出來是兇手，他下一輪幹什麼大家肯定都會躲着。李晨這裡做了什麼呢？他做了2件事，第一件就是當着陳赫的面假裝和劉濤眼神交流，想把另一位兇手的懷疑面徹底引到劉濤身上。第二件事，抓緊淘汰鄧超。但兇手淘汰人的方式是碰到對方身上喊他名字，現在超哥根本不會讓他碰，並在此之前喊出 Can I trust you， 淘汰掉李晨。前面李晨讓鄧超陪他走的時候，超哥不要，李晨還問為什麼，超哥都無語了，因為你是兇手啊。然後李晨，我的感覺是陳哥其實玩臥底也是不錯的，只是每次都好倒霉。第4季狼陽那期他全程都沒被懷疑，是最後只剩他一個了，超赫才反應過來的。但那期花姐整個一專注自家的大亂殺，李晨都還沒來得及出手，楊隊這邊都快自相殘殺完了。然後這期李晨一來就找到了能力者，無奈一個年少成名直接點到他身上，還沒頓，身份直接被暴露，裝都沒法裝。然後我這裡在想，既然他已經暴露了是兇手，大家都躲着他，那會不會他直接偷襲，悄悄去碰別人喊名字要好一點，起碼可以 out 掉人。但我又覺得這種方法相當於暴露兇手方的殺人方式有點太明顯了，可能這裡能 out 掉，但後期大家說話時就都開始有話好好說，離遠點，別碰對方。然後關於這個淘汰神力者，因為規則其實是淘汰掉2個追查者，兇手那邊就獲勝，淘汰神力者只是因為他能開槍，但這個開槍也有可能亂帶人，反而幫了兇手。所以我的想法是，要麼你就乾脆在神力者開槍前把他淘汰掉，讓他開不出槍，要麼乾脆就不要動他，直接去找誰是真正的追查者，淘汰掉追查者就可以了。因為像這期鄧超開槍的次數一次都沒被耽誤，兇手還浪費掉一個刀追查者的輪次到神力者身上，這樣是最划不來的。接着鄭愷單獨驗了劉濤，發現他不是兇手，並和陳赫找到了新的線索，兇手身上有異香。前面每個人設定來自於一個國度，有異香的話，大家的嫌疑就放到了鮮花國的熱巴、蝴蝶國的劉濤以及女兒國的馬東身上。當時這條線索一出來，陳赫走着走着突然問，女兒國會有異香嗎？我也是雞皮疙瘩一下就起來了，他好快而且正中靶心。與此同時，因為之前聽到屬相相同的線索之後，藍偉倆人對除了鹿晗、劉濤的其他人比較放心，所以也有跟馬東分享信息，基本上是表明了自己的追查者身份。所以馬東這裡也去碰了陳赫，
淘汰掉他的一條命。但這個淘汰的時間特別巧，因為陳赫感覺到線索很矛盾，所以就去找鄧超問到底屬相相同是真的還是假的。結果鄧超覺得你為什麼懷疑我，你是不是有問題，弄得陳赫哭笑不得。但這個時候廣播通報陳赫第一條命 out， 能淘汰掉人的只有兇手和超哥，陳赫不是超哥自己弄的，所以肯定是兇手动手的。所以相当于这裡的廣播給神力者鄧超坐實了陳赫的好身份，間接性的幫了他一把。又到了公投環節，李晨直接出局，陳赫失去發言和投票權。因為異鄉線索，所以大家的懷疑對象放在了熱巴、濤姐和馬東老師3個人身上，再加上之前的屬性，其實濤姐這個時候懷疑面很大，然後凱凱就跳出來說濤姐絕對不是，因為追查者告訴我他驗了濤姐。這個時候好多彈幕都在說是新一哥哥告訴我的，笑死，這句話怎麼這麼形象啊。然後鄧超建議投馬東老師，因為馬東老師剛才碰倒了他的雞，很沒有道理的一句話，其實我還挺能理解的，因為看似無厘頭的一句話，但也不會把兇手的懷疑面放到他身上，會以為他是隨便亂說的。馬東老師這時候發言說他建議投鹿晗，因為屬相相同的線索中有李晨、劉濤和鹿晗，劉濤已經 out 掉一條命了，不知道是明是狼，投鹿晗相當於是絕對安全的，不管他好人壞人，損失掉一條命，遊戲都可以繼續。其實我覺得這個說法是有道理的，如果我在場很可能會跟着一起投鹿晗，但馬老師其實說到這兒就可以了，他又接着補充了一句，為什麼大家要跟着他而且不要懷疑他呢？因為他是追查者，相當於狼人跳預言家身份了。馬老師這會兒不應該跳追查者，因為一，在場正兒八經懷疑他的人其實不多，但他這句話一出來就引起了追查者的懷疑。二，他可能是狼人殺玩多了跳預言家，但是忘了這期是2個預言家，而且互相都認識。三，而且他只有一個人啊，也沒人陪他去演另外一個追查者啊，這個 bug 後續堵不上，他不可能在後面拉其他人說我和某某一起是追查者，也沒有人陪他演戲啊。結果馬老師3票出局，3票中有1票是鄭凱的，因為他是追查者，如果馬老師不跳身份，鄭凱可能不會投他，可能會跟着他投鹿晗。現在兇手這邊一下就很被動，因為跑男玩這種燒腦特輯，一貫的傳統都是兇手更難玩，具體的劣勢我待會兒再說，但起碼馬老師這邊，他接下來又犯了2個錯誤。第一，他剛才跳了追查者，而且已經知道追查者是誰的情況下，他應該趕緊去抱陳赫大腿，說他跳追查者是幫他們擋刀的，但他沒有。其實跑男也是玩這種遊戲太少了，腦海中沒有明幫神擋刀的概念，所以馬老師一跳追查者，鄭凱才會那麼篤定他是兇手。第二，他跳追查者之後，又去給王祖藍潑髒水，想把他打成兇手。他跳追查者後不應該去拖別人下水，而更應該把重心放在給自己拉票身上。就像之前快本玩誰是臥底時，維嘉總結出來提醒海濤的經驗，最後只剩3個人時，快速拉一個人和你站在一起太重要了，而你居然在剩下2個人中搖擺不定，你這是死罪啊！馬老師現在都自身難保了，他應該成立更多的聯盟，而不是樹更多的敵人。另一邊，陳赫帶鄧超看了自己能驗人的功能，因為驗人只有追查者1個人能看，所以最開始陳赫拉着鄧超想在他面前耍帥驗證時，鏡子一直不出來，他就一直在那兒問能告訴我馬東的身份嗎？弄得鄧超又很疑惑，你好奇怪啊，你是兇手吧？為什麼要說3遍？結果鄧超出去後鏡子才顯示，但超哥相當於在外面也看見裡面顯示文字了，所以在鄧超視角相當於坐實了陳赫追查者的身份和馬東的兇手身份。接下來就沒什麼懸念，馬東老師知道陳赫的追查者身份，去 out 掉陳赫，結果 out 掉陳赫時，他和鄧超在一起，鄭凱馬上又超哥，該不會是你吧？彈幕都在刷步兵的思考，然後超哥去 out 掉馬東老師，遊戲結束。其實馬老師知道另外一個追查者是鄭凱，但狼刀不夠了，好人勝利。然後來總結一下這期規則，兇手的劣勢。這期規則沒有說的特別清楚，我不確定是2個狼人每輪只能殺1人，還是每輪可以分別殺1人，以及神力者到底有幾把槍。遊戲一共有3個輪次，鄧超開了3槍，說明每輪至少可以開1槍。我個人感覺神力者的槍有點太多了，像狼人殺9人板子，好人直接刀狼人的機會都只有獵人1次，女巫1次。獵人的1次還是只有自己出局時才能用，剩下的都是公投，相當於神力者對狼人的威脅很大，他們也想淘汰神力者，但騰出狼刀去淘汰神力者的話，追查者那邊的刀就不太夠。還有這期線索，兇手那邊的線索都很明顯，什麼年少成名、有異鄉、身形差異大，都能把範圍集中在幾個人身上，但追查者那邊的線索就非常模糊，例如在國家深受喜愛，相貌差距大，這根本上帝視角都不好帶。
而且那個相貌不知道是指誰，想說鄭愷帥，陳赫醜嗎？但從節目嘉賓的反應來看，大家根本不會把陳赫和醜聯繫在一起。不是，陳赫應該比你倆還大吧？陈赫比咱倆帥多了，所以而且很明顯的，這期兇手找到追查者全是靠真人的反應，沒有一次是因為線索指向的，而追查者找到兇手都是因為線索，這就很明顯了，說明節目組的線索設置就是很不平衡。再來說淘汰掉人的方式，我之前還沒往那邊想過，但我妹上次看的時候說，覺得兇手的殺人方式相比起來有點劣勢，必須要碰到對方才可以。但鄧超後面根本不會給李晨碰，可是能力者的殺人方式是喊出来就可以了。雖然要在神符所在的地方待10秒，但神符也很多的，他的方式不需要對方接應，但兇手的殺人方式必須要近身。我覺得這個想法也有道理。這也是為什麼後面陳哥是想要先下手除掉鄧超，但最後鄧超反而快一步的原因。然後兇手的勝利方式是淘汰掉追查者，一共4條命，玩4輪還是有點難的，說明要在公投的時候盡量投一個追查者出去。但看之前的線索，提到過懷疑到的人身上只有王祖藍，身形差異呢，洛涵、劉濤、李晨、熱巴、馬東。陳赫和鄭愷兩個人從頭到尾就是安全的，所以公投很難投出去，那只能直接使用狼刀，但狼刀4次還要腾出來刀神力者，根本就不夠，所以這期又是一如既往了，節目組感覺沒想讓反派贏的樣子，然後這麼難的板子，神之又給了陳赫和鄧超，反派就更難玩。但看評論，大家還是很認可馬東老師的遊戲能力的，就感覺很欣慰，大家也不光是以成敗論英雄。還有這期功能剛好是鄧超抽到，就很巧，因為第一，超哥是經歷了 Ella 的 Can I Trust You 恐懼的人，第二，他平時也喜歡賣弄英文，如果拿給其他人使用，可能一下就會被懷疑這是淘汰掉人的方式，但他说出來就很順滑。然後聊一下陳赫在跑男中的天才設定，其實這期我還能感受到為什麼他玩這種燒腦遊戲邏輯是夠的，而凱凱也很認真，但就是步兵。前面藍偉接到任務後，他出來就開始復盤，說兇手肯定是提前知道規則的，有2個人對規則完全不感興趣，分別是鹿晗和濤姐，但也有可能他們很聰明，聽一下就聽懂了。我就想到第4季白板特工那期，第一個環節結束後，導演說今天站位的順序是不能換的，當時凱凱就疑惑為什麼順序不能換呢？順序是什麼意思呢？陳赫就說站位不能換的話，說明待會兒肯定是有遊戲要從第1個人開始，那可能前2位都是安全的，要從第3位往後才有可能是白板，只是他這裡記錯了，記成林更新和王祖藍了，但這個思路確實是對的，鄧超是白板，站第3位，應該是導演覺得前2位太危險，所以這樣安排的，所以就能看出來陳赫拿到各種線索都會加入推理去分析，包括這種邊邊角角的，所以他玩這種燒腦遊戲邏輯是很在線的，起碼他會很有能動性的去想。但是這一期我覺得追查者有個很危險的事情，就是他倆真的一點不注意保護身份，有思路後到處跟人說，要不是狼刀太少可能就掛了。這期上帝視角看真的雞皮疙瘩好幾次，推理過程很流暢，而且剪輯挺不錯的，整體觀感個人很喜歡，可以排在跑男精彩集數前面啊。我甚至覺得超赫離開跑男去錄什麼5哈，跟馬東一起把之前的飯局狼人殺做下去不好嗎？我真的能看到天荒地老。